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大家有没有感觉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快到了。这画作有一些功能，就是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凉快哦，这样子。今天选出几个艺术家，就感觉蛮凉快。艺术家就是约翰辛格·萨金特。刚开始他在找这个模特儿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说这个模特儿是非常非常的高贵美丽。这位女士她是维吉尼·阿梅丽·阿韦尼奥·高特罗。在1878年的时候呢，她嫁给了法国非常有名的银行家，而且也是航运大亨伊埃尔。所以呢，他就跻身为巴黎上流社会，因为非常的富有。他的穿着打扮呢，也是在当时的时尚代表。这位皮埃尔夫人呢，就是因为她非常出众嘛，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萨金特的注意，因为他觉得说她的气质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冷傲高傲。他心想说，如果我画下这个肖像画，一定是会得到这个画坛非常大的经验或者是认可。他妈妈就会跟他一直游说说，成为了这个笔下的模特儿，你的社会地位会更高。两方人就是非常开心的，就是完成了萨金特的这个肖像画。可是结果整个巴黎都在嘲笑我的女儿，怎么办？她完蛋了。1884年的时候，他就很开心的想要把这张画在沙龙展出。展出的时候，不是说像这个带子，就是他这个细肩带是紧紧的贴在肩膀上。当时他是故意画松松的，也没有戴手套或者是珠宝就是光溜溜的身膀子这样子。会场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跟怒骂。有一个法国的评论家呢，他就这是记录上写到，他说你站在这张画的前面的时候，你都会听到很多人用法语在辱骂这张画，在辱骂这位女主角，在辱骂这个艺术家。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关系嘛，就会觉得说，你这个怎么可以摆出这个姿势？你怎么可以肩带怎么可以露下来？真的是不成体统啊，这样子。所以当时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保守的。萨金特在画这个肖像画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说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弹。其实在画家的心中，其实他是想要忠于自己的想法嘛，因为他看到这个 X 夫人他身上的特质有这种性感冷傲孤傲的一些特质，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想做一些就是造型上的突破。你如果以往去看每个的肖像画都是温婉娴熟，非常的保守。艺术家的心理就是说，他虽然是以肖像画闻名，为什么要找这位高特罗做模特？他想要创造一幅轰动全巴黎的肖像画。其实在当时的这个艺术家会想要用画作去证明自己嘛，现在看起来当然是没什么，可是在当时呢，是充满了非常浓厚的性暗示，不检点这样子。就算是你的皮肤画得多么的光滑，衣服多么的华丽，可是在当时已经严重非常挑战大家的价值观，因为大家都非常的辱骂他嘛，所以萨金特只好重画了他的肩带，把它回到就是该有的肩上。你今天看到这样粘得紧紧的，可是没有想到就是30多年以后，这张画就受到好评。很多东西就是时代会创造英雄，时代也会毁掉一位英雄。下来呢，要介绍第二位艺术家，就是他的画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凉爽，很适合夏天欣赏的画作。就你夏天看到他的话，你就会觉得真舒服，马上降温10度的感觉。这位艺术家是艾劳斯·格鲁纳，那他是来自澳洲的艺术家。他的画作就是后期的时候比较像奶油色的感觉，就是比较清爽舒适。那最有名的特色就是以风景海景为出名。说到他呢，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小坎坷的身世。就在他12岁的时候，其实就跟他的父亲说他很喜欢艺术，他对艺术就是从小显现了这种渴望。但是父亲也是就送他去学校学画。很不幸的是，就家人去世了，就留了他一个。他在14岁的时候，他必须要当童工，就是开始工作。他变成礼拜天的时候，就是在画画，因为他一直是没有忘记他的这个理想跟梦想嘛。他必须要自己生活，所以他就是一直努力的一直工作，直到29岁那一年，就开了一家小店。那里面就是有在卖一些艺术品、工艺这样子，也可以顺便卖他的。他算是属于澳洲的印象派。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他已经有存到第一桶金了嘛，所以他
他已经没有这个金钱上的匮乏，所以他就是一直在追求他的这个理想跟梦想，一直在探讨，一直在追寻他内心他想要突破的一些画风。有第一桶金之后，他内心就是很想要去欧洲看一看，所以他在欧洲就游历了有2年，他就是慢慢的就是接触了这些法国的一些印象派，有被他们影响，回到澳洲来继续创作。他也是在画面一直寻找他的光，对于这个色彩他一直在研究光嘛，还有研究色彩。如果比较起来，他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敬佩，因为他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支撑自己的梦想。在澳洲呢，其实有一个色彩魔术师的称号哦。我们台湾有一个艺术家叫廖继春，也有人说他是色彩的魔术师，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澳洲的。你会在他的这个画面里面，你会看到有光，看他走访了很多的地方，海边、山边、乡村，你就可以知道说，哇，他多么的热爱他的生活了。从小就是失去了家人，但是他就一直很努力的，好像似乎就向着光前行的一位艺术家。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个少年到中年老年，后来是不幸就得到这个肾炎，他去世这样子。第3位艺术家，其实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线条非常的奔放。那皮耶·波纳尔呢是来自法国，他是一个法国人，皮耶·波纳尔。那他是出生在1867年，今天讲的都是1860几，他是属于后印象派的艺术家。他其实是来自一个小康家庭。据资料显示说，他的童年非常的快乐，无忧无虑，要求什么爸爸都会给他，都会应他的要求，来自一个快乐的家庭。虽然是无拘无束，但是爸爸会觉得说，我儿子也是要长大有出息这样子，就要求他说，你去念法律好了。因为在1888年，那是19世纪嘛，在那个时候啊，所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小康家庭，一些中上流社会家庭，他会希望说你的儿子就是从商或是从事法律，就是成为一个法官或是一个律师这样子。在当时的一个社会，那他就觉得说好，他就听妈妈的话，他就是念完了，然后也当了出庭律师。但是他后来发现说，其实我还是很喜欢画画的，所以他就是又到了法国的美术学院去上课，立志说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父母也是都全力的去支持他，那时候也是有经济能力的啦。他最有名的这个特色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乡村那你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有一些诗意的感觉，你会常常看到他在描绘他的妻子。他画了非常多的温馨的场景，还有就是他这个住家附近一些乡村的一些景象。你会发现说，他也是画了很多居家的一些场景，桌子、窗户啊。那比派很多就是会画很多，例如说窗户啊、桌子，然后可能你的晚餐或是下午茶或是一本书。是我为什么觉得说它的颜色非常适合夏天，在它的颜色是非常非常轻快的、凉爽的。他有时候也会常常就是画那种树荫底下乘凉的这种景象，你会觉得说哇，这些人物啊都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这种享受这种夏天时光。那我是觉得说他是真的很会用绿色，他的绿色真的用得非常的丰富。刚开始我们在学画的时候嘛，其实绿色是最难画的，因为绿色很多的层次。我婆婆是素人嘛，有10几年前，她常常跟我会交流说，她觉得什么颜色最难画，她就说她觉得绿色是最难画的，因为她说绿色要画得好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又找到这个艺术家皮耶·波纳尔，他这个绿色我是觉得画得非常的好，而且他的这个通透感啊，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愉快舒适。那它的线条是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的、自由的，非常的我们现在讲流行的话就是很有松弛感、天真自然的这种感觉，就是那种不刻意的植物啊、花园或者是窗户外面的远景啊、近景、中景、前景都处理得非常的丰富。虽然东西很多，但是不会杂乱，它的颜色又是这么的轻快，也有这些明暗的这个感觉。喜欢这位艺术家，我就觉得哇，他的画真的超级耐看的。在他的作品当然有受到非常非常多印象派的一些影响跟后印象派主义，还有一个那时候后印象派非常知名的就是梵谷嘛。在那个时候日本浮世绘已经到法国了，所以他也是受到浮世绘的一些影响。在他的画中常常就是有他的非常固定的就是女主角1号，就是他的太太。
他太太在晚年的时候就是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嘛，可是在他的画中，虽然有时候那个脸并没有画得太清楚，但是他还是青春用比较少女的一些形象来表现他对这个美好婚姻的一个向往这样子。波纳尔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好朋友就是长达10几年的情谊，那他的画作是跟他完全相反的，他就是马蒂斯，我们会比较熟悉他。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是非常不一样。据一些资料记载啦，马蒂斯是一个非常喜欢奢侈品的人，常常画室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婀娜多姿的模特。在法兰克福的这个美术馆呢，也帮他们做过联展。联展的名字叫做绘画万岁，这是非常有趣的，表示说他们这个是非常的好，就好到就是流传下来这样子，乐此不疲宣扬他们的友谊。我目前看到这两个是还蛮传为佳话，不像高更跟梵谷这样子一直吵很激烈这样，这两个就是蛮好的，还蛮和谐的，都很尊重对方这样子，也是互相的非常珍惜对方的一些友谊这样子。所以其实艺术家的情谊是很多种的。如果你仔细看，就是波纳尔里面的一些画作，其实还是有马蒂斯的一些影子。马蒂斯里面的一些画作，其实还是有波纳尔的一些影子跟颜色，所以好朋友之间都会受影响。马蒂斯比较特殊，就是因为他后来就是他慢慢的风格越显著，以野兽的称号为出名。1905年，他画了一个戴帽子的一个女子嘛。那时候的巴黎风气都比较开放，大家都一直在寻求比较创新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一画那个肖像画就是一战成名。萨金特跟他的际遇真的是差很多，时代真的是造就了英雄，也会毁掉一个英雄。分享完了，那你喜欢哪一位艺术家？欢迎跟我分享。好，我们下次见，拜拜。